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几乎可以说是国内空前绝后的这样的一个大罢免吧，因为所谓的空前是从来没有过。那绝后是因为现在罢免门槛又往上提，要一次有这么多席，同时要进行罢免，大概也很难。但不管怎么说，那在7月26号上个礼拜六投票结束，所有的观众朋友也透过我们那天包括直播所有的这些讨论，都已经知道结果。最后呢，那24席的国民党的委员，包括新竹停职的新竹市长高虹安那一席，那没有一席过。那当然中间呢，你说门槛25%，有7席的地方是过了25%，可是呢不同意票更多。那相对来讲的话，那大家有人看到，那823还有7席的国民党的委员要面临到罢免这些期。那当然你看到，包括曹英成已经直接说了，那民党蓝绿对决的游戏，民党你们自己玩好不好？那这未来会怎么样？大家也在讨论。第一个，绿跟民团之间的合作，这次前面真的是声势鼎盛。但是后面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中间原因是什么？对蓝营来讲，那这次能够成功的守住，原因又是什么？在未来对国内来讲，譬如吧，你说普发1万，在这次过程有没有影响？那当行政院讲说最晚在7月31号要对普发1万这件事情提出复议，国民党委员已经直接说了，反正一定否决，想都不要想。好，那类似像这些，未来是不是在我们的立法院或是行政跟立法之间会一直不断重复的上演呢？那今天为了要尊重最新的民意，这次罢免的民意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从博弈开始开，好不好？是。726完之后，最高兴的就是这个第一次，我来开始了。对，OK。先讲7月26号开完的结果，我必须要讲，我相信所有蓝营的人都非常的振奋，一定的，因为开的结果其实我相信对大部分人而言都是比预期的还要更好，比你预期的更好。因为我必须要讲，其实，在选前那10天开票10天前，其实封关民调我们都有看到过，听到过非常多份。那个时候一般来讲认为最危险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叶元之委员，对。那台北市他们比较担心的可能会是洪伟委员，因为他的选区有中山区比较绿的情况之下，但是整体上看起来，就我们知道大罢免不会大成功，但是有几席我们需要全力的把它守下来。OK。那我不晓得绿营他们民调是如何，我不知道，但至少蓝营的部分我看到是这个结果。包括媒体上面讲说，最后是王金平院长打了个电话给侯友宜市长，因为大家都我们在礼拜6那天有聊嘛，人就有讲，本来那个彩通里面都没有侯友宜旁边有个岳元之要一起去投票，后来媒体披露讲说，包括王金平院长也一直盯着那个所有的民调，那急电然后打给侯友宜市长，所以才会出现后来那一趴，是哦，这我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有一点可以讲啦，就是其实内部他们那个时候就有在私下讲一句话，守住叶元之。就守住全部的立法委员了，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最危险的叶元之防线。对，这个只要守下来了，就是剃光头，就是满贯炮了啦。OK。所以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很多的一些甚至亲绿的媒体，最后在播那个比数的时候，原则上大家都只看叶元之了，对，到底差多少票，有没有拉开？所以实际上我相信。蓝营除外，包括中间选民跟绿营的一些高层，他们应该都知道相关的讯息。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在选前。说实话，你看一些罢团或一些绿营的高层，你会觉得全台湾好像有90%支持罢免的感觉，他们觉得声势非常浩大，每个都志得意满，觉得哇这个一定赢啊！我只能说海水退了就知道神没有穿裤子。但是我必须要讲，当天726的确我觉得很振奋很高兴，可是到今天我并没有再觉得什么高兴或振奋的感觉，因为结束了，726已经结束。你接下来还有823要打，你接下来还有明年县市2026，然后2028。其实我们又回到了最原始的状况，尤其是这么辛苦的一个努力成果完之后，其实现在很多蓝营的立法委员的看法都是一样，希望让社会休息，因为选得太近了。在别的节目我有讲过，没想到最近我每一年都要参加选前之夜啊，怎么会这么多选前之夜啊？我去年参加总统的选前之夜，今年参加罢免的选前之夜，明年我还要参加县市首长的选前之夜，天天都在选前之夜。我相信不只是蓝营的民意代表辛苦，绿营的民意代表也很累，他们也是一样，跟着罢团到处站路口、扫市场、车扫、街扫等等的。所以利用这次的大罢免的活动726，让所有人都知道了，绝大部分的民意真的是对大罢免
不感兴趣，而且甚至我觉得是有反感的感觉。这次投票结果看起来都是蓝营的立法委员大胜，但这个过程当中，那些投反对罢免票的人，是不是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我个人觉得，当然不是，是很多沉默，包括中间的选民看不下去了，不希望社会变得这么纷乱，所以刚好利用这次的机会，我觉得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冷静下来，好好的处理国家的大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也希望包括罢团，也包括了所有的民进党高层，能够仔细想清楚一下，最起码823绿营的态度是什么？到底要支持，还是放掉？因为曹先生董事长你讲很白嘛，我不玩了。民进党你自己玩，这种罢免的局他玩不了。民进党玩还是不玩？这一次针对民众党在大罢免上面的协助，我个人觉得一定有帮助。我虽然不晓得多少趴，但是我个人觉得是有的。我们非常感谢民众党的朋友来做支持。那接下来选举，我觉得在党的合作无可避免。但怎么合作法，我相信那当然党高层他们会来沟通跟讨论啦。那这个是后话。OK。这次大罢免的就是反罢免方的大胜利，我个人觉得有蛮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觉得蓝营真的是上下团结一心了。你说最后看所有的跑场的活动，蓝营只要数得出来的大头啦，他一天都跑好几场啊，任何的县市、任何立法委员有需求，全部都去。大所谓区域联防嘛。你在一场活动看到了。北北基桃、台中的市长，下一场活动你同样看到同样的人啊，包括韩国瑜院长，包括朱立伦主席，每一场都到，能够到都到。我觉得团结氛围真的很重要，至少让我们的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团结在一起，让他们最后愿意出来同下不同意罢免票。OK， 这种感觉的呼应，所以这个我觉得团结变得很重要。在第二点就是赖总统的发言，的确。我觉得是一个风向转变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标。他的团结10讲，只讲了4讲，所以他们只拿到40%的票。如果他讲完的话，有可能会拿到100%。只不过100%可能是反罢免的票，100%。OK， 因为那个4讲里面，说实话，不管赖总统有没有恶意，但是在选前讲这些话，一定会被别人攻击的，因为你们不好去解释，包括你的杂质说，也许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一般人听到了，或者是整个舆论起来之后。对于这个同意方很不好处理，选前最怕碰到这个问题，还包括说什么更大的民主啊等等的，这个对于中间选民，尤其是那些支持蓝营的选民，那个我觉得都是个催票的动作。所以我觉得民党的高层在最后的判断，我个人认为是有瑕疵的。再来呢，我觉得罢团有些夸张的行为，我觉得是最后，譬如。说叶元之委员大家都在笑啊，最后那3000票是怎么赢的？我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嘛。就我可以支持你，我也可以讨厌你，但是去挑衅人家，还吐人家口水，这直播清清楚楚的下来，你中间选民作何感想？或者是有一些青鸟到现场直接故意带着手机，就是要去挑衅叶元之委员，拿法规呛他，跟他说为什么你10点钟还在这边？对，就叶元之委员也客客气气跟你讲。不好意思，你看错了，好不好？你法规可以看清楚一点。我没有打扰到大家，这些所有的画面都被截录下来。你说这个事情对于中间选民，甚至是对于浅绿选民，我个人都不会觉得那是好事情。因为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头了？所以这个行为，当然我觉得罢团要来处理一下，甚至是罢团还要去公审路人的状况。你说直播啦，问他拍照问他，然后最后还出现了拿文化局补助的艺人。做歌去酸5月天，这不是非常笑话？拿国家钱酸国家的自己人的歌手，你说这事情，你对于罢免方会是正面的吗？我觉得都是负面的。我觉得不晓得是因为他们太过于自信，还是忘形了，已经忘记了他们来罢免的意义是什么。你要罢免这些人，是因为你觉得他们不好，但是不代表你可以羞辱这些人啊。我觉得这个是要拉开的，这非常重要。最后，我觉得罢免这次失败。而反罢免大成功最大的原因是沉默的中间大众不忍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台湾有非常多的事情要来解决，关税的问题到现在到底几趴，到底未来会如何不知道。普发1万块现金，你到底要发不发？行政院跟立法院党团、民党党团讲法又不太一致，甚至是之前包括你说虐童案这个最高判处死刑的这个决议，民党立法委员投下不同意票。等等这些问题，尤其是中南部最近大家知道天灾水灾不断，今天又大雨，对，又淹水，一堆屋顶还用帆布盖着。结果你这民党立法委员来台北干嘛？帮忙辅选大罢免。
我老讲这些东西，中间选民都会有感觉，这已经不是蓝或绿的问题。OK， 就是说，在整个罢免的活动当中，从一开始的气势很高涨，感觉起来非常有正当性，说从3预算的问题啦，说等等的问题，一路到现在，尤其是在辩论完之后，大家有没有去看一下那些罢免团体领衔人上去辩论的内容？那这是叫荒腔走板，连曹兴诚董事长我都不晓得他的辩论内容是什么啊！打假球的比打正规球的还认真，诈骗集团比一般上班族还认真。你这话讲出来，你到底要不要罢免？我也不知道哎。还有说什么？如果中共来台湾了，男人要当炮灰，女人孩子会变成行动器官库，这些话对于罢免方都是非常不利的行为，甚至是后来还拿出来了，所有的罢免团体都认为所谓的蓝营包括立法委员都是中共同路人，比较亲中舔中的。结果呢，你罢免方的发言人自己在对岸，有个开公司，赚人民币，然后结果你现在居然质疑蓝营的人你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这等等的事情，等等的观感，才会造就这次罢免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不管如何，结束了。不管绿营他们之前的讲法跟现在讲法有没有改变，但我还是希望结束了，让整个社会过于平静跟和谐，因为接下来国家真的有更重要的事情必须要来面对跟处理。来，冠廷，因为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已经在今天请辞，然后讲说，当然他承担一切的这样一些的后果。那过程当中的一切，刚才博弈所讲这些，对你来讲，你的看法跟博弈有哪一段的出入的地方？他说是国民党大团结，但对你们这个地方，或是他刚刚讲说罢团有没有一些的挑衅？可是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也有罢团的人被挑衅、被什么的。可是显然这些到后期，如果照博弈的说法，照后期的发酵是真的，因此。搞不好还救了最危险那一席岳元之那个地方嘛？这整件事情，尤其牵扯到823。对，当曹先生已经讲说没关系，就是民党自己来这些。我相信开完票726一开完票，冠廷应该看到很多有罢团的、有哭的、有什么的，这看太多了。那对所有罢团胜或民进党来说，这一次就代表后面，尤其像823那些。不完了吗？好，我一个一个来回哈。我先讲，就是对这一次大罢免结果不如预期，我们的态度。首先我先讲，就是因为这短短的2天的时间，台派的支持者或所谓的同意方的支持者，内部的检讨声量非常非常大。首先，我先讲，就是因为这短短的2天的时间，台派的支持者或所谓的同意方的支持者，内部的检讨声量非常非常大。那这个检讨，我讲一下我们的态度哦，就是请所有的检讨针对民进党的党公职，我们很乐意接受大家的意见，包括刚才博弈讲的，我们都虚心接受，很多东西我们都要想办法听进去，我们也应该要做调整，我们应该检讨这过程中哪边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具体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从自己检讨起。比方我卓冠廷，比方说我努力不够，哪一天早上没有答应哪个罢团，这个都可以检讨。那我2个具体例子，今天林右昌秘书长跟沈伯洋立委，林右昌秘书长是直接用具体的行动，就是用辞职党的秘书长，然后来负担这个政治责任。除了表达承担，也表达说民进党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得不够好，表达他的态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像沈伯洋。他是一个立委，那他大力的协助罢团，他甚至其实没有人点名说他做的不好啊，他做的很好，很认真啊。但是他也跳出来说他有一些细节没有做好，他直接点一些具体的什么横向连下等等。我觉得这是好的方向，就是民进党的党公职、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党团、议员、立委，你们大家认为哪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请大家给我们指正，我们都虚心接受。但是我拜托大家一件事情，无论是同意方或不同意方，请不要检讨公民，就是。公民他们行使这一次的力量，他们认为国民党的立委在各个选区中的表现不如预期，就跟国民党的有些支持者或国民党本身认为民进党的立委可能表现不够好，所以2边都发动了罢免。可是他们1阶2阶都过了，是这个也是一个民意的展现。我要讲的是说，到了第3阶段，哪怕最后没有一席过，我请大家异地而处。如果我们现在今天的结果是李彦秀、王宏威、徐巧芯、叶元之、罗廷伟、傅崐萁、郑正乾这7席，最后是罢免成功。就这7席罢免成功哦。我相信今天大家不会说大罢免大失败，我觉得讲大成功的几率应该高很多。我刚才讲的这7席有共同特点，公民们的力量已经让他过25%的同意罢免。对，我跟大家讲，
从民调的角度来讲，从选区结构的角度来讲，这很多区，也许站到最后，大家觉得信心满满。可是那3、4个月前，这7个区我们说会过25%同意票，我相信还是很多人是打一个问号的。尤其傅昆萁那个对，傅昆萁也过了，傅昆萁也过了25%。所以如果以我个人而言，其他区没有过25%，当然我们可以检讨说绿营怎么样可以出来更多等等。可是过25%的，其实绿营的基本盘以外加公民，其实是有过这一个在蓝的选区过25%的。所以要检讨，我个人认为，未来我们一定会讨论很多点，是什么原因让蓝加白，甚至郝柏毅讲中选民我都尊重，就是让他的不同意罢免票不仅过25%，而且比同意多，我觉得这样子才会比较客观讨论。第3个我要讲的是说，这过程当中有很多议题的攻防，我们确实有很多可以更弹性。我举例，从当天投完票到现在，网络上一直在讲说1万块这件事。是啊，对。那1万块这件事情，现在当然大家各自表述啊，有很多就是在地方的民众，就是蓝营执政县市的，我们现在就列出台北市应该30几亿啊，对120几亿啊，台北是要发多少啊？新北应该要发3000块，然后再加举债100亿，发6000块什么，这都 OK。可是我也回来跟大家讲，就是说，当然这过程当中，我们内部也会这几天至少我们大家在聊天啦，就说如果那个时候搞不好我们国民党说发1万，那民众党发6000。那可不可以我们去支持民众党6000？列解蓝白，有旨意说。当然也有人这几天在讲说，那不然我们干脆发15000加码15000，可是我们排付。对，都总额大概差不多，对，在2300之内。对，而且会少很多。我说这个当然有点事后诸葛啦，就是说这一些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讨论？我觉得这都值得我们检讨。冠冠，你可不可以这样问？我们把这一段一段来看。你刚刚讲的普发1万这件事，第一个就是你们内部讨论自己会不会承认说普发1万这件事确实是有伤？我觉得大多数，我先讲，还是有人认为不是这个原因，但我觉得多数我们至少这2天党公职大家聊起来，都承认这是因素之一。好，对，那这如果是因素之一，你还记得这个议题在我们节目讨论的时候，当然你可以看到，那行政院当然他有，因为你知道那个要涨价，你总是要有所有的资源啊，那我们那时候每次在节目里面都跟所有的来宾讲，因为有人讲宪法的规定，那立法院能不能怎么样或什么，我每次讲完我都只问说这些。第一个，老百姓到底要听这个东西要听到什么程度？第二个，我只问一件事，这句普发1万在政治效应上面影响会有多大？是正还是负？对，各阵营一定回去评估过。没错，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回去评估，整体评估完这1万块，我不管讲的再有道理，对啊，照宪法照什么你们就不行。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不是我占小便宜而是他1万就是1万。当人家说用你一家4口、6口、8口去算是8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对人心的影响，或是你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吧，有很多人家里面的日子也许也就比较拮据，他一定会有这个嘛。我每次重点都只摆在告诉我，政治层面上面它的影响是什么？我不用讲法理啊，好，就好像凯案那个时候在立法院。那时候在攻防的时候，我是律师，我太清楚民进党自己要坚持的一些是什么。可是那个坚持，你放在那个表决里头，到底它在那一刻的意义有多大？这个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件事。但是相对来讲，被发酵出来，它就可以被发酵的很大。这些议题，你们内部难道在政治层面上，因为要投票啦，不考虑一下吗？所以我就说这些都会检讨啊，我们不会演啊。我跟你讲都对 ，OK， 对。那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让这次大罢免成功嘛，所以这些都值得检讨。那可是后续也会有反作用力啦。我讲就是说，比方说像我是新北市议员嘛，那接下去要开临时会嘛，我一定会提案。叫侯友宜，我会提案嘛。我们去年对我们去年招收120亿，那一样嘛。那因为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我议员没有这个权利啊，不会，现在事实民意证明我有这个权利，那我就提嘛，就来侯市长你就要面对嘛，博弈你们可能民进党就要提，蒋市长面对，对了，然后就是我会学一个教训好不好？这个1万这里就检讨了，我觉得没什么好避免。下一个课题就是这2天很多人在讨论精准罢免跟大罢免的策略了，我也讲白了，就席次的问题。这一题我必须客观讲我的看法，因为我刚才讲了，这7席其实有过所谓的25%门槛。那这2天其实我们自己的支持者有蛮多人，其实我是觉得这是好意哦，说那如果当时我们的火力集中在这7席，看起来比较首恶，比方叶元之啊、徐小新啊，那也许就可以让25%更高。我讲也都讲的都对，可是这2天我真的认真想一件事，卓冠廷今天有时光机，哆啦 A 梦借我回到今年的1月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改变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哪怕到我现在下午在录影，我还觉得不一定能够改变一切。为什么？我们重新回头想，今年1月、2月发生什么事？
国民党的立委在立法院乱删预算，删完预算之后，当然在立法院、在地方民团甚至民进党，很多人都有谈说要不要罢免，都有，民间也都有，当时内部甚至我们自己内部甚至公民，其实大家都还没有决定说到底是要精准罢免还是大罢免的时候，1、2月之间一阶已经送件了19加1件，你想20件。就是精准罢免是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结果。你要想每一区的公民，他们的力量是神圣的。我今天卓冠廷的选区是某立委，我举例是叶元之，我觉得他最12000。李博义的选区叫赖世宝，可能觉得他是12000。于北辰的选区可能叫万美玲，可能觉得是12000。每一个区都有他自己认为这个立委要被罢的理由。所以我回来替这些公民讲一句话。我当然认为事后诸葛讲说，如果精准罢免上赢的几率高，可是请大家教我，至少我以一个民进党的党公职来讲，我到想了2天，我还想不到，今年1、2月的时候，当19加1个罢团，他们认为他们那一区的立委是公民的力量，民进党没有介入，他们自己就联署一阶过了。送件的时候跟大家讲，我们要罢免这个烂立委，民进党何德何能跟有什么资格告诉公民说？没有，我知道，我想提建议，你就等一下，这个赖世宝对赖世宝不要送了哈那个王宏威送了，就是说我们没有资格，我们在民意面前，我们只是代议士，我们是一个政党，我们应该回应民意，因为不会等下你一起回应了哈，我把它讲我想给建议啊，你只要跟他说还没有到1年不能联署就好了，好不好？1月份还没有到1年，就选法规定。不是啊，可是他的意思说，那万一他们喊另外的地方要送，那就讲那为什么人家可以送，然后你叫我这不到1年不送？那人家也送了，为什么？对，人家讲说这个是有难处的地方。2月送件了，2月送件，因为2月1号满1年了，满1年，2月送件，对，是没有问题。再最后一个我要讲民调跟蓝白合的事情哦。民调这次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经验，我今天都很坦率跟大家讲，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检讨的点。民调是准的，好，那你们就有个 bug， 刚刚武哥跟博弈就是讲，为什么选前大家的感觉起来落差？评估感觉好像我们觉得会多很多。好，我跟大家讲，核心在这里，其实我们都没有骗人，大家在这里都是讲实话。为什么讲民调是准的是？其实从一开始到最后，如果你是问普罗大众跟整体不去做交叉分析，同意都比不同意来的少。各个民调、各个机构都一样。可为什么我们会有信心？因为你交叉分析了，一定会去投票的人。当你交叉分析一定会去投票的人，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尤其在2阶送件到投票前的1个月，国民党的人是没有要去投票的。一开始大概5成，一开始没有，大概5成左右，就已经很多了。我们的支持者或者是讨厌国民党的人，可能到8成，到9成了。所以在这个交叉分析的状况底下，罢团乃至于我们民进党，我们都认为信心很有啊，因为会去投票的我们比你们多很多。好，所以我说给我自己的心得是什么？跟到最后，国民党跟加民众党是有能力把他们支持者叫去投票。来，我给大家看这个数字。我用的最后一个数字叫做催票率，我不用得票率，催票率就是我不管那一个地方的人口，我直接用总投票人口加投票的数字除出来之后叫催票率。我们全部都用催票率看，就是路上你遇到的公民有投票权的，有几趴去投票。2024年的那个催票率，国民党的这一堆立委跟不同意的罢免票的催票率两边一对下去，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国民党不是每一个立委都像大家讲的什么中间选民什么自己出来的全部都有出来，没有。我举例，最惨叫洪孟凯，洪孟凯上一次投2024年的时候是41%的人投给他，催票41%，这次掉到只是30%，他掉了10个百分点。我先讲结论，洪孟凯不用想选市长，他下一次的立委选举自己知道的人就会非常非常辛苦。投2024年的时候是41%的人投给他，催票41%，这次掉到只是30%，他掉了10个百分点。我先讲结论，洪孟凯不用想选市长，他下一次的立委选举自己知道的人就会非常非常辛苦。可是有好几区的状况是，郑正前、邱若华、吕玉玲、张志伦、赖世宝，基本上我讲结论，他就是把2024年当时民众党候选人的票全数加到他自己的票之后，两边用比例除下去，比例一致，最后得出了不同意票，基本上差距都在2个百分点以内。所以讲结论是什么？柯美兰、李慕言、赖香伶、邱成宇跟张其禄的票
几乎100%蓝白合了。所以蓝白合这件事情有救到国民党的很多的立委。那如果你回来看说，那绿的这边呢？绿的这边我们有要检讨的，就是实际上我们有好几区是连出来投不同意同意罢免的票，比上一届这一些立委民进党的候选人来的少，这是我们要检讨的。但也有很接近的，但大体是这样子。最后一个我讲，那最导致政治结果是什么？我认为黄国昌这2天态度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这场战役是因为他们帮了国民党，国民党打赢。那我从数字看也是，如果没有民众党的这些人的支持，国民党不一定能够全部都保住。那政治效应会是什么？政治效应就是黄国昌会更嚣张，在立法院他的主导性会变更高，接下去会直接触及到明年的县市长的选举。国民党这2天都还是讲绝对不会礼让嘛。但国民党现在已经不敢跟我讲说绝对不会协调了嘛。新北市黄国昌现在气势高成这样，我大胆研判，如果有民调机构做民调，此时此刻他民调应该赢刘荷兰了。苏里四川赢刘荷兰嘛。好啊，那这洪孟凯不用讨论了嘛。那今天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黄国昌最后喊出一句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来整合，我们来比民调？我觉得国民党以前可以说不，现在已经没有说不的本钱。那进而，当然这几天大家传。2028年卢秀燕有没有可能跟黄国昌配？我觉得都在往那个方向走。冠廷，那最后就有一个来解个密。媒体上《镜周刊》说，绿营高层选前还洗估11席。你们民调会做到这样吗？没有，没有，我没有。对，我从来没有这样估过。所以你们里面从来没有估过，我没有估过，因为看到这个数字，大家会吓一跳。因为很多民党立法委员都是讲10席以上。我跟大家讲，其实差距为什么？我实话跟大家讲，差距在哪里了？就是。我在开票那一天，开票前一刻，我在友台，他们叫我写白板，我估几席，7席，我就写7席。我7席的名单只有1席没有中，都是后来有过25%的。所以我跟你讲，如果真的要讲误判什么，误判一件事情是蓝白能够把不同意罢免票投票率冲高，超高25%，而且比同意罢免还在高。而我们估什么6期7席，我觉得是比较多的，私下估了。11席真的有点乐观。因为我要讲一下，因为其实在后期的封关民调，我所了解到的都是交叉分析啦，不单纯只是问意向而已啊，一定都会问会不会投了，对，都一定会你会不会投啦。所以蓝营的我所知道，至少在最后10天内，我听到了3份以上，是几乎是一致的，只是差在这个输多输少，每个趴数不一样。但是哪个比较危险，哪个比较安全，其实早就知道答案了。那我现在绿营的应该也是做出一样的结果来才对，我现在不应该会差到这么大。但是你去看选前之夜，在还没有开票之前，所有绿营的政论节目每一个出来的那个罢免人数，还有24+1的嘞，大家有没有看到？对，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民调，让他们有信心能够在开票前的5分钟都还这么有把握？我觉得内部包括绿营高层要去检讨一下，因为他们的信心一定是来自于他们的消息嘛，不会凭空这样想吧？怎么会那我帮大家解另外一个密，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所有的来宾其实有估，从5月份一直估到开票前一天，那几乎到开票前一天，你回头去看，在我们节目里面的常上的这些来宾，几乎都是从5月到7月25号那一天的晚上，都是大幅的下修，所有的席次。那修到最后大概剩下个5席啊、6席啊，差不多这样。3加几、4加几这样。对，那最后也只能讲，除了我每次写这个时候都会说，蓝绿两大阵营都没关系，你们写好玩的就好，因为你一定写0，他一定写24，通常是这样。可是那天也跟他们讲说，你们照你最实际的写，我不一定会公布你们俩。那他们也写了实际的。但是对蓝营来讲的话，林涛那天在这边预估的时候，他写的是0。他后来有解释，他说他们自己看到的所有那些民调，没错，还是那句话，守住叶元之就守住所有人。对，他本来想写1，但是基于同志爱，对，基于同志爱，所以他写0，细心加持。所以我必须讲说，像我们长期你看到很多一些的民调的这些东西，它某种程度大概可以看出一个趋势。那给各阵营之间，大概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说，到底那个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对或什么。但是刚才冠廷讲的对，其实怎么检讨民团真的不需要去检讨民团那些所有的公民力量在这次的展现，说实话是让人感动的。而这个力量不见得一定是属于民进党，那也许在议题上面，譬如说，如果什么东西没有弄好，我随便举例啊，如果南部的这一次你说从台风到大水，所有这些，如果要是出于什么，民团也许也会有人觉得怎么会是处理成这样？关税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有人这样。那这个民团大概有160万，这一次投出同意票的这些人，哪个阵营能够真的接得住？他是属于台湾的民团。那谁能够接得住？在每一次，也许谁就会赢。这个来宾待会儿每个人可能会有各自的看法。但你如果真的这样讲，
任俊。对，但是曹新成跟你说不玩了，他说823不玩了，甚或我觉得他的字眼用的比较直接的是，我如果有讲错，大家可以指正。我记得他在那里面直接讲说，蓝绿对决的这种游戏我们玩不起，所以我们不玩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726这一趴是被弄成蓝绿对决吗？所以我眼看823也是蓝绿对决，所以我不玩，是这个意思吗？可是民进党一直在守着，希望不要搞成蓝绿对决，但蓝营显然就是要把你完成蓝绿对决，甚或蓝白合跟绿营之间的对决啊。这个刚刚主持人的问题很有趣啊，他说曹新成，因为你的问题是曹新成认为蓝绿对决，他那个词里面不是这样写的吗？我有讲错吗？但是你后来连接了上下几个新闻啊。我先讲，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一次里面哦，其实他第一个，我觉得他在选举策略上面哦，他已经不像以前大家认为的国民党不会选举了。哦，就当国民党第一时间喊出来讲说，你不要跟我讲罢免的正当性，你就是输不起。我觉得这3个字对民进党来讲是绑手绑脚。因为国民党把这一次的罢免跟上一次的选举其实做了一个连结，也就是你今天不要跟我讲正当，你们其实就是因为你们输了嘛，所以你们搞罢免。我认为这句话其实卡住了民进党，也就是到后来，到底民进党要不要站在主线的这件事情上面，民进党会绑手绑脚。因为如果当大家会觉得说，对，如果他这2次的选举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你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民进党后来一直强调这是公民，而不愿意把它绑到所谓的我是输不起的这一条。任俊，你刚刚讲这个，我们如果从逻辑的反面来讲，它会造成另外一个吊诡的效果，因为最后是31比0，是，国民党几乎区域委员。就只剩下外岛一些了，对，就只剩下那几席不在这里头。所以当你几乎大部分国民党的区域委员全部都变成这次罢免的时候，国民党再把那个口号拿出来，它的连结性就会变得更强，因为就是所有的人，就你讲说舔共，那每个人都舔吗？王小利导演今天出来讲说啊，他要跟一些人道歉，他觉得说有一些人没有在惹。那这个对人，我们必须讲，我们大家把所有人的策略全部都拿来看。好，你觉得当蓝营把这个做连接的时候，对绿营就会绑手绑脚。所以现在有人出来检讨说，都是你们过程当中不积极介入，然后弄成这样子，然后害得民团自己要去面对。可是没有办法，那个背后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蓝绿对决一对尬。就变成这样，所以我就讲，国民党在第一时间的那个口号很简单，很粗残，但是很有效，那你刚才那后面的那一段，其实也是曹新成说的嘛，那我们就再回来看，就是说，当民进党面临到这个绑手绑脚，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有啊，那时候不是传出来说罢团去找了赖清德，去找了谁？民进党第一时间都否认，没有，我们不是站在第一线嘛，你说他没有被卡住嘛？好。我觉得问题回来了哦，就是说曹新成的那个说法，他另外一个杀伤力是因为前面才有一个叫林右昌的民进党的前秘书长，才刚讲完说这件事情不要把它窄化成为蓝绿对立，随后曹新成丢出来，这就是蓝绿对立啊，哪有不是？这是重打民进党一巴掌。因为曹新成说法那个其实老实讲啊，这攻坚过程当中，罢团跟民进党确实也有接触。我知道罢团有提出一些他们需求，民进党能够给更多的协助或帮忙，但好嘛，反正选完了，说错也可以被大家指正嘛但我知道这里面其实有一些的声音是觉得，就是说，如果罢团你今天什么都是告诉我们，你们是公民行动，然后你要跟民进党切割，就是说我不是你绿营的侧翼，你们不要这样子弄我们。但是你很多东西需要民进党给你全部的协助，对民进党来讲，我知道内部有一些人有不同的想法。我没有说民进党没有出力哦，我现在讲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后来曹新成的那个说法被视之为对民进党会有伤害？因为他说我们不玩了。这本来到补选的时候，3、4阶就应该是民进党接手，因为很简单，对有一些罢团的人，我现在特别强调，都是有一些，没有办法代表全部哦。有一些他的讲法就会认为说，我今天就算到了补选也是民进党进来，就算改变国会席次比例，也是民进党的人参选。为什么不是由民进党来接手？就回到了我们现在讲最现实的投票率了25%，刚刚提到说有7个区域突破25%，其他17个是有其他17个是蓝营的人突破25%，这个罢免其实没有。如果大家再回忆一下，在投票之前。有一些很乐观的讲法说，我们现在罢团，就罢免人家我们2阶已经破了10%、15%、16%，对不对？那来啊，一个人拉2票，对啊，有很难吗？当时的论述是这样吗？可是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讲过很难，
为什么？因为对霸团来讲，它其实张力已经盯到最大了。对啊，所以他为什么开始需求民进党透过组织的力量进来？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讲过很难，为什么？因为对霸团来讲，它其实张力已经盯到最大了。对啊，所以他为什么开始需求民进党透过组织的力量进来？这一块如果没有两个没有办法完全整合，就会出现这种状态。曹先生可能他负担的是在霸团里面有人缺钱就找他嘛，哦，就觉得就是说你曹先生他也出了很多钱跟很多的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事实。但是当他今天出来讲说，那823这一场，因为7个，那他呼吁公民团体撤，我有看到有一些公民团体其实表达就是说他们没有要撤，他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唯一只有一个，那叫做政治的现实面。23号的时候有7个立委，这7个如果按照要改变国会席次比例的状态之下，第一个你最少要罢掉6个，而且到了罢掉6个成功之后，补选还要6个全部非国民党籍，因为我现在不会知道谁会参选嘛，还要6个非国民党籍的当选，才有可能去改变国会席次比例的状态之下。那现在好了，本来罢免这一方就是由民进党的政党再加上所谓的公民团体两边加起来，曹兴诚那个话，我觉得会动摇罢团。即使罢团没有全撤。我认为接下来对于民进党来讲，它会变成是什么？你知道吗？在823这一场会变成叫做理念的说服。而你没有办法去预估，因为民进党现在会讲说，那我们还有一个核三嘛，核三的公投嘛，他一样要进行这个攻防，所以民进党不会全撤。但是你说要不要再拉到这个张力？我觉得对现在民进党来讲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我必须说，刚刚博弈有一段话，我个人比较有不太一样的看法，我不是要吐槽他啦。因为博弈说这一次的投票结果是沉默的中间大众不忍了，我比较保留因为说实话，如果蓝白高度动员，你真的回来看每一区里面的那个不同意罢免的东西，它没有超出啦，没有超出你的那个，有的是说只有多少赢一点点，多蓝加白啦，你看不要，这时候就赶快插话就对了。就是蓝跟白基本上有，你说沉默的中间大众有因为这样而大幅度的去，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等于是包含蓝白自己本身的动员力量就被削弱掉了。但我认为，因为包含到罢团的，就是罢免方的这一块，你只有7个地方过25%，而且那25%不是大幅度的超过，其实都是26、27多一点点的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现在有一些会认为民进党在这个阶段里面？你跟罢团之间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共识，甚至到最后的动员的情形，不如蓝白的动员基本盘。所以我觉得说每一个理由当然都可以被拿来做。如果真的要讲说，包括接下来很快来到的823的这一次，但慧珍，你有没有注意到，国民党有好几位委员？当然你说挺过了罢免以后，像讲到823就讲说，是不是民进党他们直接直指民进党，或有人是直接用赖清德总统就直接讲说，你们是不是就不要823再继续往下这样了吧？大家要休养生息，要什么什么这些，反正就直指是这样。可是对823来讲了，你说经过了726再看823，我刚刚讲，其实所有这次投了同意票的。大概算160万左右。是我讲这160万，本质上有人会觉得他也许比较偏向偏绿营一点点，对，但是他不是一定归属哪个阵营，他可能会动，那就要看你们大家应对怎么样。但是谁能够接得住，不知道。可是这些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刚才蓝营讲，我就跟你讲，他们已经对823喊话了，然后他们已经对普发1万也已经直接喊话了，复议吗？肯定否决，想都不用想。那如果这样的话，未来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态势就一路这样往下了。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就是1月份，如果时光机精准罢免跟罢团，我觉得现在听起来感觉就是有一点点罢团，因为推动得很好，那所以民进党这边有一点就是被带着走。那我会觉得，其实啦，在那个时间点那个 moment， 可能民进党当时就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
不出来明确表达你们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立场，就会变成是被霸团给主导。那霸团以他们自己的能力走到第2阶到第3阶的时候，他势必会认为说，我如果打下这个天下，那所以有一个新闻记不记得？就是说，好像曹兴诚当时跟林右昌在谈的时候，对，不欢而散的那一次，不欢而散。那不欢而散的理由有很多嘛。然后曹兴诚意思是说，那你就派更高阶的来谈嘛，所以才会有说好像有潘孟安就出面嘛。那时候是不是就有讲到说，是不是霸团未来在补选上也有机会有他们的人？所以我觉得就现在就变成，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其实在第一开始的起点，民进党决定他们到底要不要精准罢免。如果你们决定要精准罢免，是不是就表态你们反对大规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你要把2个拆开来，让人民有比较清楚的感觉。不然你知道现在到最后，到现在这个节骨眼，到最后大家还是把这个就认为就是蓝绿对决啊。那刚刚那个其实仁俊哥有讲到一个重点，就霸团他会觉得说，你们不要主导我们，我们是独立的。可是，在资源上，你们要支援前线。那这样，民进党也有一些人觉得说，不是啊，那你到底要不要我支援你？如果你是独立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可能有一些票开不出来的原因，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资源来给你？如果你是独立的，那如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合作的，是不是在有一些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个角色在？所以我觉得，就是这2件事情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去解决它，所以结论就会变成这个情况。那823有可能改变这些吗？我就是说，民进党跟霸团之间，虽然曹兴诚先讲不玩了，但是他也不代表所有的霸团嘛。刚刚仁俊讲，我也看到媒体上有很多霸团就直接讲说，他们觉得这一次反而给他们更大的一些鼓励，他们一定要823要往下。那只是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你可以预估得到结果啊。我跟你讲啦，所以势必要有一些。我觉得以政党来讲，你一定要接嘛，你哪有什么不接的？我会补充一下，就是其他的评论员有具体写个建议说，那其实1、2月的时候，民进党应该坐下来啊，跟霸团好好谈，我们应该精准罢免哪一局。其实我认为讲也很难嘛，也很难。因为我跟你讲，好像也是一个头，不是，而且我看我今天假如是霸团的领先人，我是个公民，凭什么我这句不重要？可是你可以，可是民进党可以，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可是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态度。你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我们民进党反对大规模的这个然后我们自己什么？我们认为哪几席？比如说我们自己提出人选，我们就是霸这几席。我觉得也许在那个你一开始就主导，会有正反，因为也会有很多区域会认为被遗弃。我也想给个建议了，这个我又想给个建议，今天博弈好活泼，对，可不可以请柯建铭出来解释一下，跟负责一下？他说大罢免是谁出来的？是他倡导的，他主导的。他还有说3个人开会，他跟左荣泰还有赖总统。对，他自己讲的这么清楚，他说大罢免是他发起的。那现在出状况了，请柯建铭总召出来针对这事情讲一下，发言并且负责任。我觉得最具体的吧。可是我也必须要讲哦，其实我觉得蓝白其实自己要想一想，就说你们可以把。160几个真的是一般人，你说160万，对啊，能够推得出来吗？就激出来啊！然后你要知道那些霸团有人是有工作，为了你们把自己的人生时间，然后就说你们一定做了什么，让人家看不下去。当然，这是我觉得这是而且要。但慧珍，你讲到这个，那我就问，那你觉得，蓝白所有的委员，尤其面临到罢免的这些委员，挺过这一环，在创下口中，那叫走过地狱走一遭回来的人。他会像你刚刚讲的，那一定是我有做什么，所以大家会这样子抛了工作，然后日晒雨淋的要做这些。你觉得他会这样想吗？所以大家会这样子抛了工作，然后日晒雨淋的要做这些。你觉得他会这样想吗？我觉得不会，很多人不会，有些人会，可是很多人不会。然后，可是我觉得，你知道你们现在蓝营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老要给你特啊啦，人家白营要给你特零警啊啦。今天黄国昌直接就讲嘛，对于台北市新北市长这一局，他就说努力让自己成为最好的人选啊。那什么意思？
你们八仙过海是我们，你们刚刚你自己也讲啊，白银的票出来什么？那这个拍谁哈？这怎么还？这个等9月份党主席选完之后，怎么还？可能要讨论，这个是一定会面临的啦，这一定要面对，对，面对，毫无疑问。然后第二个，他们现在也自己白银的很多啦，包括那个徐府啊，包括陈昭之这边讲啊，释放柯文哲清清白白。那你们里面，我们态度一样。柯文哲不管有罪没罪，我们不在意，因为这司法来决定。但是以现在的情况之下，要不然就起诉他。如果你没有证据，就放开他。柯文哲已经起诉了。对，你说要把他放，对，起诉完就把他放出来嘛，对嘛？起诉完之后把他压在里面。问题是你案情到现在目前为止有一些根本还没，比如橘子还没回来。那如果你民党要继续羁押他，那最后政治效应。对，如果检调单位是法院，陈昭之委员直接讲说，绿白如果要合的话，第一个条件放柯文哲。对。不是，司法不可以成为司法不应该被成为被动审判。陈昭之绝对是。但陈昭之有个前提是，如果他可以决定，但现在看起来这个决定权不在他了。但他几件事情是比较有趣的哦。他说呢，如果民进党重整态度，释出善意，那结果就可以重建关系，开放一体合作。第一个条件叫做公平对待柯文哲，立刻释放柯文哲。他说回到法律办案，停止政治黑手的介入嘛啊。第二个说，民进党如果现在柯文哲释放的话，你用反面讲，那就民进党承认有政治黑手介入在这里。不，还有一个问题哦，这是博弈，我觉得国民党要去面对的哦，因为那一天馆长站在国民党的台子上面，可是学着黄国昌的姿势说，我喊一句柯文哲，你们下面一句清清白白。我看到一堆国民党的支持者就跟着喊清清白白啊，马上有小草跑去土城看守所，阿伯，我们赢了，阿伯是清清白白的。博弈刚刚那个说法也没有认为柯文哲一定有怎么样，为司法判定好不好？我们但我那天还记得吗？那天是李明贤在节目嘛，就开票那天，我有直接问，因为最后选前届是李明贤主持嘛，然后我就问他说，我有听那个你们所有现场的音，李明贤你没有喊，他就说没有啊，每个人也都看谢荣介阿六改，然后那大家4个人都没有喊，我说就是他们当主持人的基本上没有跟着喊，因为。总是会有刚才想的那个判断嘛，依法行政嘛，对，依法行政不止啊，还有柯文哲怎么被抓进去的？不是就有淑跟钟小平爆破了吗？所以他们对你如果蓝白真的要和，那难道以小草来讲，他们搞不好他们2个人出来道歉，我跟你讲，你怎么喊清清白白？怎么可能是清清白白？可是好，你说这整个一路走到现在，张俊荣听到博弈一开始就讲。国民党空前的团结，你在国民党这么多年，国民党每一次大家都在开玩笑考谁，国民党喊团结的时候，那就一定不团结，因为国民党喊最多次。对，但如果赵博弈讲，你看这次真的是国民党生死存亡，所有的委员，结果真的一席都没掉，而这一席没掉，也有人相对来讲，其实你说整个公民运动近期来看的话，从太阳花一路以降到现在。过程当中，这些公民运动，有人说民进党其实过程当中承接了很多公民运动，然后包括跟公民在一起或什么，但也有人说这一次整个过程把从太阳花以这样的公民运动的资本某种程度都用完，有人这样形容会吗？我先讲哦，国民党这次空前的，当然空前团结哦，他不团结就被灭党嘞。如果这24个后面的7个对31个全部被罢免掉，这国民党是几乎灭党。所以他是。为求生存而战，那不是团结，那叫求生存啊。如果不团结，就全没了，甚至求生存。那但是你说民进党呢？民进党叫乐观其成哦，乐观其成。如果党这个民团罢团能够罢掉5个、6个、7个、8个，乐观其成。那你想看这2种心态一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一个是输了就没命了，一个是对不对？你成功了我赚到，你要什么我帮你，一个是我帮你，我协助你，一个是。这叫做生存之战啊！没有成功就回到原点。对，反正席次都还是维持原来。但没有成功就是议员当议员嘛，立委当立委嘛，都不会变嘛。那如果成功了，那赚到。那可是对于国民党讲不一样哎。我一直在强调，这些被罢免的立法委员，他不是被罢免就变成不是立委而已，他7年这个区不能选那等于是宣告你结束了，就跟你拼命的。对，那是叫生存之战。你把一个丢到海里面去。他不会游泳，你一个浮木过去，我告诉你，他抱着浮木打死都不会放，就是那种力道，那叫求生存。那么我讲，你说罢团跟国民党这完全不一样，一个叫职业队，一个叫业余队，那不一样。政治是专业的，国民党这一群是100年功力，
如果练功练到降龙十八掌练3层了，所以他们是专业的。所以说国民党会不会催票？会。我告诉你，这次国民党抓到了很多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吗？在选前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吗？大家还在讲国民党，你光看那个造势的场合，是不是地方组织，包括有一些你说像黄旅他们啊，现在也没有办法操盘，所以国民党是不是连动员都不太会了？你们真的能够把人都吹得出来吗？我在节目讨论的过程，你一定听过有人讲像这样一些东西啊，人没吹出来，但看起来没有啊，人没吹出来，票吹出来。呀，我为什么这么讲哦？大家可以看在选前，我们看各种民调，因为选前10天不能讲，对，我们看各种民调，不同意的都是多于同意的。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是因为会出来投票的同意的比较多，不同意会出来投票比较少。可是呢，我人生第一次投罢免票，我没有投过。我50几岁了，我的选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投过很多次票，但是人生第一次投同意或不同意的罢免票。所以你那个不同意的人心里想说，我就不出来投就好。可是他发现一件事，怎么大家都收到了？怎么大家都收到了？所以他出去投，他没有那种奇怪的感觉。OK， 就跟平常投票一样。所以说那个民调所调查出来说你会不会去投票，那个不同意的部分，他是跟着这些同意的一起去投。左邻右舍都去投票了嘛。我记得那个萧美琴副总统还问苏巧慧说：“你投票了没有？”苏巧慧说：“啊，我就是立委啊。”对他没有票可以投啊。那可是可以投票的人，你都有票可以投，你都有票可以投，所以他那个不同意的人，他虽然当时表态说我可能不会去投票，可是当他发现大家都去投票，他也去投了，他投的就是不同意，是这样吹出来的。那另外我讲哈，我为什么说国民党在催票策略成功，我就想到当年中国大陆沦陷的时候，国民党如何被共产党干掉。国民党当时所叫出的口号是青年从军，同仇敌忾，捍卫国家。这是国民党很棒吧？这是非常有正义感、大义凛然的。那共产党喊的是什么？投入红军，卸甲送田。你投入国军，我不但不用让你当兵，我还送你田。那你认为大家会到国民党还是到共产党？全部都往共产党那边跑。那国民党这次厉害，投不同意罚1万。那我本来以为这应该不会吧。所以这叫做什么？你知道，专业跟业余的不一样。业余的认为，我投不同意哈，共产党会不会打过来还不知道。毕竟我们等了70年嘛。可是呢，我投不同意，1万块我一定放口袋。我家7个人，我可以拿7万，马上开学了，我女儿要交学费，解决了我一半的问题，立刻解决。不是将军，因为这个口号，那过程当中有人不是还有讲过另外一个口号吗？就是钱照拿，票照投，就是讲说你同意，因为你进去投，他怎么知道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但是显然我们台湾人，如果照您刚刚那样讲，显然我们台湾人是很对。既然这样，人家说要罚，那我就照着投。没有，我可以补一句，那个这有政治系的研究所都有研究过，范老师很清楚，都做过调查。买票效用是55%哦，过50%，过50%。对的，4%5的人不会照买票方的去投，5%5的会照。没有，重点在这里，这有论文研究。我们在选前讲说钱照拿，票照投，可是不一样啊。到选前一刻，行政院没有宣布要不要发，这才是重点啊。如果行政院选前说啊，不管你投同意不同意，我都会发，这个事情无效。就是选前他没有说要不要发。所以国民党，我在桃园，2件事，你投不同意才拿到1万块，你如果投了同意，1万块就没了。这就是这些人被罢掉的话，对，那什么1万也没了，那个什么5天假也没了，对，这个宣传是有用的，当然有用啊，当然有用啊，因为如果今天行政院说你不要管什么同不同意，这1万块发定了，没效，没效了嘛，那我就按照我的方法去投，可他这么一讲说，如果你投同意，你这1万块就没了，我告诉大家，真有用。OK， 你不要认为说，大家怎么就很多人说，很多人为了1万块出卖台湾，他的想法是，明天不见得阿共会打来啊。可是我投了不同意，我1万块拿得到啊，有没有用？有用。最后我再讲一件事哈，我想请问将军一下，那您觉得接下来民进党行政院会不会提复议？一定会啊。不是讲会要提复议吗？还要提复议吗？对啊，我不知道。我认为一定会啊。媒体说最晚了7月31要提，没有10天的关系，10天。对，冠廷，我真的不知道。
，OK， 我认为一定会提，你认为会提？我为什么说认为一定会提？你知道？在法律上就对啊，你坚持的是一个法律嘛？可是我说这个事情要早说，发与不发要早说。不是，反正都输。对，你还有823啊，如果这样，他们万一要再来一次呢？不是，因为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法律的东西是你还是要坚守某一部分的原则啦。我觉得不可以因为行政要不要送是一件事啦，对，但是他提的是违宪的。对，我觉得你不应该的，你还是要提。所以我说，行政院发与不发，在选前讲的非常斩钉截铁。OK， 你的立场要出来。OK， 因为院长的讲法是说，我很犹豫，我很挣扎。那这不就给了蓝的空间了吗？最后我再讲一件抗中保台。抗中保台是从太阳花，然后什么反服贸到这个反送中，一路到现在到蔡英文拿到817万票，这是一路过来中央级的大选举一定有效。你说到现在有没有？到现在也有效。可是要定义在这次立法委员的罢免到底是中央等级还是地方等级？我们懂政治的，这是中央等级的，可是地方人认为这是地方的选举啊。这是地方的选举，他不把它认为是中央的选举。为什么？因为这些立法委员是照顾我的。我有什么问题，我去找他协助；我有什么问题，他帮我去做处理。所以我们认为罢免立法委是中央的选举，所以认为说这个抗中保台或者反共反并吞有效。可对于地方绝大多数的选民，他认为这个人就每天都坐在我这边，他付出就在我家隔壁啊，这怎么会中央选举？这地方选举。所以反共或者是反并吞，中央选举到现在依然有效，因为这是大家最核心的想法嘛。我要捍卫中华民国的完整，所以我要反并吞。可是你回到地方，这个人他能够给我什么？他能够帮我什么？他是把立法委员这个罢免当成地方选举，所以这个所谓的反共或者是反并吞，没有预期发挥到那么大的效果。如果将军讲说连抗中保台这件事情，政治学教授范老师，反共是这一次罢团的主轴。那媒体上面有报道说，有绿营人士有讲说，是不是抗中保台对绿营来讲长期用都已经用到。不要讲说是边际效应啊，有人用宠坏了，就这个只要一拿出来就有用，但这次没有发。将军是用中央地方分，但是真的在中央级的选战，这个还会有用吗？因为有人是悲观想说那这样看来这个反共啦，或是抗中保台以后的选举都不再会有效用，会这样吗？可是这一次的选举，它出现的另外一个是，譬如在花莲选前罢团圣霍连童子贤那个赈灾款的事情啊，什么全部都出来，但是到最后。花莲是投票率最高的，但是相对的傅昆萁也吹出了更多的不同意票 ，OK， 他也过了25%的同意票，但傅昆萁吹出了更多。那对花莲议长张俊云他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对未来很多地方对民进党是不是个警讯？他说，花莲的选民讨厌傅昆萁，但是更讨厌民进党。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摆下来的话，那以后该怎么应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次让我们对国民党刮目相看第一个，他们的动员能力真的是非常强。那大家刚才讲过嘛，其实我们看到在6月份以前的民调这个反对罢免的投票率都很低，然后支持罢免的都很高，可是我认为到6、7月出现了翻盘，这个翻盘当然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的这些党部被搜索嘛，黄林局被收押嘛，连国民党的主发会副主委都被收押。还有就是什么？我觉得真的就是罢团在各个，因为我们这次罢免的对象就是蓝营的，然后在那边办活动啊，办演唱会啊，好热闹啊。我问你，对蓝营的人来讲，这是我的地盘你是来亲门踏户，那个凝聚就更强了嘛。所以你看，为什么这次的国民党的这个，我认为国民党的确他的这个投票率是很高的，高过我们的预期对。第二个我觉得。所以国民党我是高度怀疑那个罢免的第2阶段会不会是蓝营的人很多去联署了？老师，他干嘛要去联署？自己搞成这样子？你没有听过国民党讲过一句话吗？1阶、2阶我们就放弃了，我们是放3阶。那不是放弃的问题。对，所以你看，联署对方已经不是放弃了，但他不要不去联署那不是放弃啊。对，他要让这个联署过。因为才有3阶可以玩， 3阶嘛，让国民党的人，然后心悬一线，对，然后这叫引蛇出洞嘛。这位政治学教授，这在政治学上真的有人这样搞。当然，这引蛇出洞嘛。其实你自己愿意。我跟你讲，其实很多民进党的人认为说，王鴻薇1阶就没了，那就好了嘛，我也不用去管这个事嘛。或者是徐小新2阶就没了，那以后没这个事嘛，通通都过。20这个总共是多少？31比0， 31比0。我问你。
而且都蓝到不所以你说行的地方。蓝的自己的联署不去，偏偏跑去绿对对，然后故意塑造成31-0，自己的联署用而且自己联署故意用死的联署，然后让你民进党抓。然后我们故意继续坐牢，做这个苦肉计嘛，黄旅举如被羁押，苦肉计刚好清党，我觉得还在悲伤5阶段，是不是高招？一方面制造苦肉计，然后我们的党部都被压了，被搜索了，我们群情激愤，愤慨亡党了。然后第二个激怒大家团结性，第二个我们我看很多这个去联署的人带着微笑，嘿嘿嘿，你知道我蓝营的吗？嘿嘿，我帮你。赶快帮他预约那个。老师是认真的吗？老师我这为什么会一开始他们的表态率这么低，但是后来投票率这么高？一开始他们的表态率这么低，但是后来投票率这么高。对，我这是我问一下，现场其他5位来宾对范老师刚刚讲的，你觉得深得你心？我觉得有没有哪一位？他赶快预约一下医生。有没有哪一位？我觉得范老师想要缓和现场气氛。对了。那摄影大哥，你觉得范老师讲的跟你想的一样吗？不一样。那我就放弃了，不是我们特别奇怪。段婷讲的是对的，范老师你希望缓和一下气氛。我真的觉得很难讲，真的，因为蓝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因为超出你的想象，你不懂蓝营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能吹出这么多票，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不会，他就是故意让你2阶过嘛，你2阶过了，到时候真的要 PK 3阶，我一定赢。那范老师他就会出现2种效果，第一个，蓝营吹出了你原先预估或所有状况这样，你都没有办法理解，所以讲出前面这一段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方式。那第一个，蓝营吹出了完全超出大家想象的票，但另外一个，白营，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分到底谁是蓝营谁是白营的票嘛，白营这一次，你看在选前，陈佩琪直接脸书写，甚或投票的时候说，平常都有我先生陪我投，现在只有我。然后在选前的时候，那阿北去申请我要出来投票，然后结果后来被驳回。也就是说，所有这一串对于白营的吹票，是不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效果？因为你不知道到底票归蓝归白，但是整体加起来就是超出大家的想象。有没有可能另外一个是白营吹到完全让你难以想象？对，我刚刚讲一个，我有个朋友是支持罢免的啊，因为他那天到投票的时候，因为投票率很高嘛，对，哇，他说太好了，这个罢免一定会过，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就跟他比战，对方也跟他比战，不过对方呢可能是蓝营的，所以说就是真的没有想到国民党会这么多人投，那你刚说白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明显的，郑正乾。郑正乾他去年的立委选举是90014票，是。他这次罢免是119305票，增加了27291票，为哪里来的？对啊，很没来嘛，白营的。那我们讲白营的嘛，因为那年选举的时候有白营，有白营的出来嘛，有白营就是蓝白三卡都嘛，对，所以郑正乾是险胜嘛。可是这次白营没有嘛？那我问你，新竹是谁家是 K 处？就柯家嘛，柯妈妈现在还在新竹啊，柯美兰还在新竹当医生啊。那柯文哲，所以而且新竹有没有科学园区，很多都是理工男，他们对民众党就有好感，所以他们没办法，他们就为什么冲出2700多票，就白银灌进来了嘛，27000多票，白银灌进来了嘛。那你说郑正乾之前有没有争议？有啊，我们在谈的什么他的财务有问题啦，助理的问题啦，一大堆问题，就完全没有效果。所以说我常常讲啊，罢免真的，你那个共不戏他打不了，你要么就把他打死。你打不死他就延命，那延命以后呢？延命就续命啊，就继续。所以你说郑正乾他现在也没得罢啦，以后问题是郑正乾经过这一次的试炼，他3年后出来选立委，他是不是更有底气？对，3年以后有没有底气？这个已经到2028那一场选战。可是现在会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就在讲，譬如说，好，那行政院7月31号前会不会只有1万块提复议？在立法院里面，绿营有很多人就开始在担心说，那个时候讲的很多政治性的法案，什么离岛条例的啦，什么中配的啊，什么这些。如果照范老师你刚刚讲说，未来会不会更有底气？因为我已经过了这一关嘛，我地狱洗礼一趟回来，那照我们的选罢法的规定，你也不会再罢我。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在未来大家在讨论一项事，还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任俊跟义中老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想法。黄忠老师呢是讲说，经过这一段。国民党的委员应该会知道，
你是不是有做了一些让台湾人民会有意见的事，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你说工作丢了，然后日晒雨淋的要去骂你，然后任俊是讲说，任俊你的意思是说只会更。你是用嚣张还是用什么？不是，我是说他们会更激烈的表达他们的主张。你是用这样的字眼是吧？会更激烈吧？范老师，那你觉得？我完全赞同任俊的说法。谢谢。你看今天在这前开的宣传车，到林志杰教授的服务处门口喊大罢免大失败，大罢免大失败，就这样啦。然后徐小静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我之前温良恭俭让已经结束了哈，我现在要开始告，你们所有过程当中我一个一个告，然后你再看叶元之，哇，今天的讲话恰牙牙，整个气势都不一样了。这几个月，我们被你们这些霸团搞得生不如死啊！每天都有被罢免的危机，可能会失业，失业本来可能有司法的这个牢狱之灾，然后花了这么多钱，还要做布条，还要做扫街，我问你。这个仇此时不报待何时？所以但是我要讲的是，国民党会走向立法院会走向更激进化因为你们说我们这个抗中卖台，我们还是过啦，那我们未来是不是我们怕什么？有恃无恐，你不可能再罢我啊！下个礼拜傅昆萁会不会再带15个国民党立委去北京见王沪宁？有可能哦。王沪宁说干得好，拨乱反正。这次可能还不止王沪宁见你，习总书记见你，因为你干了一件大事嘛。那你说对傅昆萁来讲，我怕什么？我都已经过啦，我已经经过人民的这个洗礼啦，民意的洗礼啦，这有没有可能？那未来在立法院，我更加的肆无忌惮啊。但是我要看的是，国民党如果真的这样子尽情的玩得更疯，那到底未来3年之后对你的立委是有帮助？我要不要直接回应一下？我直接回应啦，这个。不是这辈子都当立法委员嘞，3年之后还要再选一次，不好，下一届就选不上，就这么简单。我们民主制度一直都是这么玩的，没有再因为你觉得他不好，中间全面性的罢免另外一个政党阵营的立委，绝对没有发生过，而且我相信史上这个也没有发生过。没有，不用争，这有指标啦。如果傅昆萁继续当总召，那我认为他们会。还是跟去年一样，会更积极。如果总召做了调整，或许会有转机。我先讲一个观念，刚刚相信不管是将军还是冠廷都有讲到，你们看到民调显现一个状况是什么？不同意罢免的都大于同意罢免的，没有错，对不对？那为什么民进党还要坚持罢免？我只问这个问题。你明明都知道，名义上大部分是不支持罢免的，因为你算出来投票率可能会赢，所以硬走下去，就现在这结果。没有错吧？侯友宜去年民调都输，干嘛继续选总统？不是，那不一样，那不一样。你不能说民调，你不能说民调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回来讲啦，这是回应公民。这我们已经吵了1点的，反正没关系，你们赢了，讲话大声，我都尊重，我们都虚心接受。但我要谈的是说，你们其实我跟你讲，这几天上节目的议员呐，或国民党的党公职都很克制。国民看态度也是爱敬勿小，我都尊重啊。对啊，你看那个应该是要这样，那个明贤啊什么，大家都国民党立委有乖1天，你看那一天我跟你讲，那天我看牛许婷的发言，变了一个人呢，好谦卑那刚才看范老师讲了几个，什么徐巧芯呐，然后什么郑正乾呐，忍了几天，1天，现在完全不演了徐巧芯他们霸团啦，曹清晨啊，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认为现在国民党有误判一件事情，没关系，我认为不同意罢免比较多，这个是赢了嘛。不支持罢免这件事情，你们赢了。可是不支持罢免这件事情，等于认同是支持这些国民党这1年多的所有作为。我觉得大家要想清楚。没错。那这是国民党最后补考的机会。我讲补考什么？对，博弈刚才讲最正确。立委是有任期的。那下一届你们怎么面对？我已经讲了，刚刚有这么多的立委，他少的选票比他上一届是少了5%到10%的。哪些人危险？我先讲白，我现在在这里讲，这下一次的选举都会印证的。罗智强、黄建豪、廖先祥、徐小新、林德福、王宏威、罗廷伟、万美玲、洪孟凯，都是远远不如他上次立委的得票的。选民真的完全是因为认同你吗？还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觉得这要想清楚。来，不会。我抱歉，我还是完整讲完一下。就是对于这个罢免案跟选举案是不一样的东西，但问题是，当你们看到民调出来显示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你们还是坚持走下去，而坚持走下去的结果是花了10多亿，然后买到一个大数据，跟你们告诉我24个只有7个过25%，花10多亿，值不值得？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民众会看这个事情。
当然，你说如果现在国民党这个没有被罢免之后很嚣张，最后3年非常俩公，那下一届就掉了嘛，就这么简单嘛。对，这本来就是如此嘛。所以我觉得物极必反，但是看起来傅昆萁继续接总召的可能性很大了。对，因为他现在有战功了嘛，你怎么把他换下来，情何以堪呢？对不对？我最比较担心的是啊，傅昆萁有没有去接总召，影响大不大？我不知道，我知道是柯建铭继续接总召，状况比较多啊。要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可能都有问题啊。不过傅昆萁，我看他搞不好目标还不止总召他搞不好想选党主席。我觉得后面应该是现在是看，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嘛，国民党党主席9月就开始，对不对？然后看起来应该是在卢会不会上吧？你会发现这一次，你与其说是个别立法委员的所谓的保命成功，我会把它归为是蒋万安跟卢秀燕2个人母鸡带小鸡的策略成功。我觉得主要是这样。因为你看其他的这一些，你可以把那么多人逼出来，而且那些是公民出来，我觉得国民党一定是有做到一些不对的事情，这个一定要仔细的自己去评估。第二件事情，但我也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确实会有一些人面临到好像喊出不支持大罢免你就不是台湾人，然后或者是会喊出比较激进的，会去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动作，我觉得那一些是会让比较中间或者是沉默的选民有一点反感。那反感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被你们觉得好像我一定要赞成你们，我一定要投赞成票才代表我是台湾人。那还有这一次的主轴就是反共，但是后来慢慢陆陆续续你会发现很多的相关的参与其中参与甚深的人，他跟中国的关系比一般的选民还要来得深，那他就会觉得说，你口口声声说反共，结果后来谁在哪里怎样，他就会错乱。那我觉得这到最后当然没有精准罢免，变大规模的一个无差别罢免，被导向是蓝绿对决，然后喊出打掉杂质，大家会害怕，会觉得好像是对独裁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本来不表态，到最后出来挺，很大一部分只是希望可以维持所谓的权力的监督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本来不表态，到最后出来挺，很大一部分只是希望可以维持所谓的权力的监督啦。不过刚讲到花莲一直是这一次大家关注的重中之重，结果后来傅昆萁不只是守住花莲所有的乡镇，应该是只有输了一个，只有一个全赢，些微对不对？然后差一点点，对，其他他全赢。当然，你只能说他扎根确实很深。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过程当中看了很多民调，就知道他确实在花莲扎根很深嘛。但是中间出现了这么多一些连童子贤那什么那个变数，所以我刚刚就讲说，当张俊议长讲说是花莲人讨厌傅昆萁，但更讨厌民进党，这些词的意义对民进党的警讯到底在哪里？我看媒体上讲说傅昆萁因为他的太太徐正蔚县长，桃园女儿，他们是桃园女儿，在大溪，桃园女儿，所以傅昆萁他的女儿有可能去桃园选议员。龟山呢？龟山，我们地方早就在传了。地方早就在传，不是今天才传的，早就在传了。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早在2018年，陈学圣委员要选桃园市市长的时候，我们就有听说，不妨推傅昆萁来选桃园市长。2018年，我为什么你知道？那时候地方讲说，第一个，陈学圣委员口袋没那么深，选县长还选市长啊，你至少要花1亿嘛。那陈学圣说他没有嘛。那很多人讲说，傅昆萁不错。其实那个时候傅昆萁还不是国民党的哦，那时候是无党籍的。那时候我在当党部的主委，我就听到了。那当然，因为国民党没有过自己这一关嘛，你怎么提要提自己的党同志，不可能提无党籍的，所以这个就作罢。那现在傅昆萁本身是国民党的，又是总召，那么可是问题是张善政要连任啊，你不可能2026张善政不选了嘛，所以张善政势必要连任，而且你没有理由要张善政不选嘛，他一定要连任。这次如果张善政没有要连任，这次他保护这6席立委不会这么拼命，非常拼命，这是我看过张善政市长辅选最用力的一次，比总统大选还用力。比总统大选还要用力。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刚讲说那个蒋万安跟卢秀燕2个人开启那个战斗接班模式，因为好了，你如果讲说这一次整个大罢免的投票，它产生的其他一个效益影响是对民进党2026台北这一席，基本上因为你看蒋万安这一次在过程当中5个立委从头到尾
不止辅选的过程，连投票都是5个人，每个都要按着时间排下来，因为要在镜头前面露出，都一定有这样。也就是说，等于是蒋万安把自己单纯一个候选人拉到真的在台北叫共主，没错。然后卢秀燕就更不要讲了，所以对整个它会产生的效应，对民进党来讲的话，可能多了这一层，就是本来也许就不好打的地方，现在再多一层变成这样。花莲他们的战术是成功的，战术是成功。刚开始战绩是被这个罢免团体抢得先机，否则战绩如果不行，1、2阶段不会过。但是后来花莲的战术我觉得有奏效了，就是说没有错，我们的确不好，可是你想，我们跟民进党比起来，你们比较讨厌谁？花莲用这种方式，就是绝大多数的花莲是蓝的，他虽然觉得傅昆萁不好，张俊也跳出来了。可他说：“你不要想到，民进党更可恶。对花莲来讲，他们接受，绝大多数人接受，所以出来投不同意，不见得是支持傅昆萁，是讨厌民进党。这是我听到的消息。OK， 那你说桃园，在桃园地区，牛许婷这一席，牛许婷本来是议员，他选上了立委之后，这一席空出来了。在龟山这席空出来，而且龟山人口一直在增加。那你认为傅昆萁的孩子长期在龟山念书啊？对，有没有可能在龟山先选一个议员？为什么？因为张汉正必然要连任，那你要不要有一个家族的人来这个地方先 hold 住，在议会里面 hold 住一席？那么未来傅昆萁会不会到花莲来发展，或是徐榛蔚会不会来会不会从花莲到桃园来发展？我觉得这都不排除。另外，我还要再讲到一点哦，大家一直在想说蓝白，对啊，你不要忘了，现在白营民众党在桃园是0席哦。是1席议员都没有哦，他们一直想要插旗，他的目标不是1席，是3席，那如果今天龟山这一席傅昆萁要了，一定要得到，我直接讲，傅昆萁的女儿到龟山选议员一定当选，100%当选，他的资源再加上傅昆萁的辅选，而且龟山眷村又多，我觉得傅昆萁的女儿在龟山当选的几率很高，但是我告诉你，龟山泛蓝是应该有3席的空间，目前只有1席，因为刘许婷是无党籍的嘛，只有1席，他是可以拿下2席的，所以我说傅昆萁的女儿会母鸡带小鸡，带着民众党在龟山拿下2席，我不觉得讶异。另外，涂权吉的杨梅那一席的议员，你认为民众党要不要？那桃园有12席的议员在桃园区，你认为民众党要不要？民众党的目的是要在桃园，在各6都都要成立一个党团，3席。所以我说，国民党这一次虽然跟蓝白合作的是成功的，这次的这个反罢免，蓝白合作是成功了。可是马上2026就到了，黄国昌不等于柯文哲，黄国昌不等于柯文哲，柯文哲是我征询你之后你不要你就算自己来，可是黄国昌不一样哦，他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国民党有一个很被人诟病的初选机制，就是现任优先，然后现任同意的话+1，那这+1的1会不会给民众党？就是你国民党现任的议员，我全部都提名，我确定不会，没有我知道不会，就桃园我不晓得，台北其实没有，我知道，其实桃园也不会，我也认为桃园不会。可是你要知道，黄国昌会不会这样建议？黄国昌会不会这样建议？就是没关系，你们现任的议员全部都提名，没问题，你+1留给我民众党。我解释一下啦，对，县市议员选举不太一样，不是说+1给谁的问题啦。对一个政党而言，他提太多，他自己就挂掉了。所以如果黄国昌想在台北市每一区提2个，我给他鼓掌啊；提3个更棒啊。所以不是说我加不加1的问题，议员但都提一个，你们会有压力。我们那区就已经提2个了。如果说其他区全部都提的话，很多会有压力。对，会有压力。对我们而言，这东西我们不可能去阻止他，因为这是他们政党的发展。对，那对于我们角度而言，我们多加1席挂我们自己的政党来选都不一定是有利的，因为票就那么多嘛，就多加一个。因为多席次选举是这样，大家抢的是同一挂票，对，你不会去抢到民进党的票，对，那大部分都是这样嘛。所以我讲，因为我操盘过，我很清楚。如果说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机制嘛，你不可能现任提名，然后不让新人进来，所以+1是国民党现有的政策。那可是如果国民党+1，民众党再+1，会掉因为你们是同一个水库的。好，如果将军刚那样讲的话，任俊还记不记得柯文哲主席在那次去年总统跟立委选举的时候，那时候过程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每一区柯文哲有讲说没关系啊，大家来谈嘛。对，那如果要是大家谈不好，那我就看关键的那几区，那我们就提嘛。
意思就是我成事不足，但是我败事绝对有余。那如果要这样搞，大家就来。那个时候还是那样哦，更不要说时至今日，当726票开完以后，你会发现国民党的保住的立委，言必称黄国昌主席，言必称感谢小草。然后对元之除了感谢这些，他还感谢了馆长，那就是一定要感谢的都是这些人，然后马上就是包括跟你去骑脚踏车的啦，或什么啦，展现的就是跟白银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的关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如果要是真的到有人说2026、2028，第一个2028，如果这一次真的大家判断是蓝白合造成这样的结果的话，那你觉得2024这一次蓝白之间最后的破局，2028他们还会让它再发生吗？如果会赢，谁不知道合在一起？好，2026刚讲到，除了议员席次，没关系嘛，你不跟我谈，那我就再多提一席，就大家要不要一起死一两个？可是县市长呢？刚讲黄文昌已经说了，他会让他在新北市是做最好的选择。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一个稿。因为我今天听那个威轩讲，他要在中正万华选，他也是说他会努力让他自己成为那一区最好的选择。他们大概都是最后的唯一的选择，柯文哲。所以我就讲，他们大概这个都会用这个。所以未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讲白一点啊，博弈以前在节目里面讲得很含蓄啦。那时候博弈就讲过，那时候还没投票嘛，我就说现在蓝营确实声势没那么好，所以需要他们。对，那开完出来以后，如果他们真的有帮助，说实话，该谈就要谈。没错，人权就是这样啦。这个，我先讲哦，因为刚刚博弈的那个说法啊，我现在对于蓝白什么时候开始翻脸哦，进入倒数阶段嘛？为什么？不是嘛？刚刚讲的很白嘛，就说你议员的这一块你要怎么让？国民党现任议员，你告诉我哪一个不争取连任？如果他今天每一个都要争取连任的状态之下，你今天硬跟他说，那我们这边跟民众党来协调，那等于就是你硬生生要有人放弃。对，因为票是这样算出来，民进党很会算啊。民进党曾经有过几次强调，在台北市的议员叫做全垒打八仙过海嘛，因为很简单，我足额提名，我不要增额嘛，我何必去拼这个？对。+1哦，是民众党先喊的啦。为什么？反正我没席次嘛，我当然跟你喊啊，对不对？我很多地方我根本连席次都没有，所以你说在原有的席次+1，士林北投他们也玩过啊。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只当选一个嘛。大安文山也玩过。对啊，你看博弈记得多清楚嘛。所以因为大安文山嘛。对，大安文山，所以他们+1其实我没有意见，他想加几都可以。可是，在那个当下是这样。可现在会影响。他现在要再+1，不会影响。你跟我讲完。民众党跟国民党的票真的不一样。不一样。你看。我说这事实，投出来的意向真的不一样。在单一席次选举的时候，可以2个一起合作，但是多席次选举的时候会各归就会分了，对，是嘛？所以我就回来看嘛，我会刚刚讲说那个蓝白之后一定会翻脸。在博弈的讲法，他认为我蓝白跟你的票是不同的，到议员选举，你觉得民众党会跟他一样的想法吗？如果你愿意让，那你是国民党来支持我啊，我为什么不能够跟你谈？所以你说回来看总统大选哦，那一天这个726一结束完了之后，我如果没记错，好像叫蔡正元，好像是蔡正元吧。蔡正元立刻说啊，国民党跟民众党应该要认真思考卢昌配啊，马上把这个议题丢出来啊。我们回想2024的那一仗，2024其实蓝白合作没有谈吗？谈很久啊。那个时候不要的人叫柯文哲啊，一直到后来什么马英九那边要谈，人家民众党扭扭捏捏嘛，到最后一个什么6点协议还是什么的，到最后翻脸嘛。那个前提是柯文哲不要。他觉得我做老大，为什么我要跟你做老二？那现在的对象叫黄国昌，柯文哲能不能如这个小草们或陈昭之的想法，或黄国昌的想法，说赶快把它放出来？那个老实讲，没人可以说了算嘛。但是合作的这件事情已经拉高到战线，就是总统大选啊。所以你说黄国昌他今天出来跟你讲说，我让自己成为最好的选择。他说哦，那个刘和然跟李四川都是可敬的对手，人家现在这样子跟你谈呢。但黄国昌不会不知道，他今天所有的牌是这样叫，国民党愿不愿意照着本走？
如果按照博弈的那个说法，我认为连县市首长国民党都不见得会按照这个盘走啊。因为国民党会觉得我的人就是我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几个选区上面，在这一次几个区域里面来讲，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其实你说民众党有没有帮忙？我承认哦。比如说新竹，因为高虹安跟郑正前都过关，那高虹安还拉到了当时看起来是投给林耕仁的票，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个地方的合作已经不是合作啦，那叫合体啦。国民党接下来在新竹，我不认为你会有第二个林耕仁可以牺牲。OK， 可是像花莲，我就不觉得是蓝白合作的状态。我觉得花莲这一仗受伤的张俊可能受伤比较重。因为他在几个的里面，他是第一个公开表态去挺，然后也拉了童子贤进来。因为童子贤说他反的时候，其实是张俊说，我们一起要上宣传这个。可你真的回来看票。傅崐萁在那个地方得到的票，跟他2024年选立委的时候差不多3000票啊。那代表什么？蓝营看起来全部回来。那有可能代表是连张俊的影响力的那一块都回来了哦。我认为花莲比较是一种恐怖平衡的概念啊。那代表什么？蓝营看起来全部回来。那有可能代表是连张俊的影响力的那一块都回来了哦。我认为花莲比较是一种恐怖平衡的概念啊。不过因为重点，如果你摆在蓝白之间和请大会列入记录。那康仁俊2025年7月28号说蓝白翻脸不远 ，OK， 倒数未来倒数计时，他用倒数计时，他讲倒数计时，我说从现在开始。那请大会列入记录。范老师2025 7月28说从今天开始。对，好，范老师，那我就先听为什么。来，冠廷等一下一次回应来。我觉得第一个，你说会不会卢昌霈？我觉得可能性很低。中华民国副总统是要身居深宫啊。你没事干，然后总统你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总统同意。那你看黄国昌，他如果一个人躲在总统府里面，什么事都没干，那你每天经过凯达格兰干大道，就会听到有人在那边嘶吼啊，公文给我拿过来。那个人是黄国昌，他太无聊了嘛。他那个人没有那个摄影机，他活不下去啊。你觉得他会甘愿当一个没有声音的副手吗？我觉得他不太愿意。而且你今天他很清楚，你没有行政权就没有一切。你今天如果选上了新北市长的话，那就有庞大的行政权，而且台湾人口最多的直辖市哦，会影响的是2028年的选举。范老师好，你刚刚讲是卢昌霈，你觉得不会这样？那换一个角度来讲，那时候不是柯文哲要选总统的时候，一直讲说啊，那黄昌是不是法务部长的最佳人选？类似这种，没关系，那不要卢昌霈，但是蓝白合，我们大家来看嘛，还记得我永远记得那天2023年11月15号礼拜三。因为那天柯文哲蓝白合签完以后，下午就在这个地方，在场的举手。好 ，OK， 就是在那天柯文哲主席的专访嘛，柯主席自己讲说他有几个重要的位置，还记得吗？所以范老师不一定蓝白合要卢昌霈，但黄国昌主席我要到最实质的一些地方，胜过行政院长可不可以？对，虽然有人说行政院长生杀由人，就是你让我做就做，不让我做不做，但是好歹我干过行政院长啦。就是我们在实际的重点只在蓝白只要合，这是冠廷等一下要回应的。如果照这样，蓝白之间一算完，这次是因为蓝白合连罢免这么危险都挺过去了，那未来2028蓝白合对赖清德总统来讲就是一场硬战。我不一定要卢昌霈，如果像你讲黄国昌主席，我拿实质的一些权利，还是可以合啊。那对民进党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选新北啦，因为我觉得那是最实际的，那最实际的权利。对，但那是2026啊。对。那第二个 take 一下这边 take 一下这边。第二个我觉得他的目的除了这个新北之外，新竹市一定是我的了不管是高虹安出来选，或者是这个邱成远，他一定是要，一定是民众党。他甚至看到的还有台中市，台中，你把江启臣摆在哪里？不是你去看最近，你知道上个礼拜还在台中，你去看大街小巷的海报，就是什么罗廷伟啦、廖伟翔啊，还有这个黄建豪啊，他们的海报，他们的头旁边一个，右边是卢秀燕，左边是黄国昌，是，你会以为黄国昌要选台中市，OK，但是他不会，但是他有没有可能？你们现在是怎么样？是国民党欠黄国昌
不是我黄国昌欠你们国民党你要不要还？去问罗廷伟，这个黄国昌要帮你忙，你躺在他的胸怀里面，对不对？你潸然泪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到时候连罗廷伟、廖伟翔都不敢说不要那江启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你说民众党有一个人是台中出生的黄珊珊，他是台中人台中出生的就算不是他，有没有人愿意带枪投靠？直辖市长多珍贵的事情啊！来，冠廷，我一起回应蓝白合会变成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未来当成神丹妙药。因为已经经过太多次的测试，蓝白合有用。而人类这种生物会习惯复制成功的经验。就是如此。我们来看2024年的时候，总统没有蓝白合，所以总统输。立委很多区虽然没有蓝白合，但有成功让白营支持蓝营的候选人，而很多挂上白营的候选人支持蓝营的候选人的扛棒，在地方，尤其以台中示范区为例，北部也非常多，后来有得到很好的效果。这是第一役。第二役是今年2025年，刚刚聊很多，这一次的反罢免之战，也是因为民众党的支持，然后让国民党保住。国民党不可能去否认民众党的功劳，民众党很乐于把这件事情当成他们自己的功劳。当然，下一役是2026年的地方选举。对，我部分认同任俊哥的判断，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会有局部的冲突。这个局部冲突，我举我的选区为例，土树山因本来10席议员，因为人口的变化剩9席，现在国民党有5席，民进党4席，1席无党籍的亲国民党，国民党已经是6比4，我们只剩下9席。民众党黄川已经放话了，这一区绝对提人。我就问这一区，虽然博弈说他的选票的结构跟国民党的支持者不一样，可是请问你们觉得会影响到我们民进党4席，还是国民党那个5+1？国民党决定要5+1嘛？所以这个就是局部冲突。可是这个局部冲突会不会影响到大的？我持保留态度。为什么呢？黄国昌他现在我认为他有底气在新北市叫板，因为从这一役之后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他新北市想选的几个人，他现在我认为此时此刻民调只输李世川，他应该此时此刻已经赢游荷兰了，洪孟凯不用讨论。那黄国昌他讲一句说国民党不用礼让他，但他讲说我们两位来合作，我们内部比民调，我们是有党，可不可以？当年民进党跟柯文哲都可以私下比一下，你们我们可不可以比一下？国民党很难说不哦。可以私下比一下，你们可不可以比一下？国民党很难说不哦。那黄国昌他接下去如果兵兵变变然后那个态势十足，然后在立法院主导，他擅长空战，然后空战打下去，李世川有必胜倒吗？我是问号假如是刘荷兰，哇，被踩着打，这个状况是他要的首要剧本。再来，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国民党跟黄国昌真正合作最紧密的人叫做卢秀燕。我们试想一个情景，任何新北市本来国民党党公职跟黄国昌，假如他们五五坡，卢秀燕假如在这个画面出现一次，暗示明示认为黄国昌是好的人选，黄国昌有没有可能过？我认为有可能过。他其实党主席就好啦，对啊，他在党主席就整合一起来谈啦。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一招试下去，无论新北有没有赢，还是说这个示范在全国产生各种效益，2028他们两边合作是有可能，因为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虽然范老师的分析觉得说，副总统没有什么用是虚伪的，可是只要事前讲好，民众党已经柯文哲示范过了，当然是明码标价的。我可以讲哪几个部会，我可以讲哪些那个要让给你来派，可不可以让你来组阁？副院长给你，哪几个部会给你？这有可能事前都会讲好，而且以卢秀燕现在跟黄国昌的状态，我觉得很有可能。好，最后回来讲民进党，不外乎我们内部两种声音嘛，一种声音是。没有人应该要阻止蓝白合嘛？那个其实民众党内部也不是一个民众党，所以那个绿白合的那个呼声，虽然陈昭之那个条件，第一个你们就不答应，可是绿白合在未来是不是你们想尽办法要破蓝白合唯一的招？也有这种声音啊，但是因为陈昭之那个我们没有认真讨论，是因为他一来不是党团干部啦，二来他无法代表党团。如果他是党团干部，当然个人意见嘛。但我们内部当然也有人觉得说，那应该要列解蓝白的合嘛？那怎么列解蓝白的合？蓝的当中有人其实也不认同傅昆萁这样子，是毁掉整个党啊。白的当中有人不认同黄国昌的要不要合作？我们党内也有一派这样的声音，但也有很多人，我现在讲，而且我认为是可能比较多，
是认为要做好一切准备，蓝白就是会合下去。我们要想办法怎么做，不是说傻傻的冲啦。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那我们要扩大我们支持基础，我们要让更多的中间选民也认同我们，就算他们蓝白合成，我们还是要赢，大概是这样。但慧珍，这一次有人讲说，就算你看到这次罢免的结果。因为这次罢免委员都是在浊水溪以北嘛，都是蓝营，本来就是在蓝营的算是优势区啦，或者这些。对。那浊水溪以南经常没有委员要面临罢免。对。有人讲说，选票结构本来民进党的重区就是在南部。对。那当然，因为最近南部不管说台南嘉义啊，尤其今天，那真的要天佑台湾，那真的那雨票再这样下了。可是，在这些救灾的这些过程，也有人讲说，民党还要在这一部分要再仔细一点，尤其是不能有任何一些民怨的问题。那对蓝营来讲，也不要以为这次守住了，就以为真的已经变天了，因为那本来就是优势区，所以再加上刚讲那个2028的这一块，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未定之天，所有的。都不知道。对我觉得地方选举跟国家选举是不一样的态度。目前为止，反共台湾在所有民调里面就认为中国是我们主要的威胁，或者是认为你自己是台湾人或者是台湾人跟中华民国人加起来都还是超过80%多的。所以我认为国民党或是蓝白合要赢得总统大选，在两岸的这个的层次上是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清楚的。OK， 你如果没有去阐述清楚，我觉得人民对这个部分是会有疑虑的。我还要再强调一次，不要把这一次大罢免好像没有如意局成功解读成抗中保台这个牌失效，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第一个就是人民会希望有一个制衡的，有一个平衡。既然执政党就是民进党，所以在立法院的这个部分还是希望有一个制衡的力量。我觉得是这样。那我觉得黄国昌的问题是在于，你认为他是好牌，对不对？你会就像当时的韩国瑜，把所有会激出原本对不对？结果后来小英总统的票是史上新高，对，就会这样。我觉得那个黄国昌的仇恨值太高。当你把他拿出来的时候，他到底是有利于你们还是不利于你们？其实要评估。来，不会来最后30秒。我觉得未来是很难说，重点是把握当下，做好身为一个民意代表职责，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只要你做得好。未来你一定选得上，你做不好，民众一样会把你抛弃掉。OK， 冠廷最后30秒。大罢免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可是这些公民所发挥的力量其实并没有失败。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说，这是一个公民的运动，怎么样都在台湾历史写下一页。我们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我们虚心接受。可是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很多公民对于国民党立委的建议，认为他们不应该提的法案。6改4啊，健保扩大啊，还是说遗产继承无上限给中国人啊？其实这个都是多数人民认为说不要往这个方向靠。我是希望国民党能够借由这一次的过程当中，这些立委能够虚心的接受。OK， 大罢免已经结束了。OK， 不管过程是怎么样一些的纷纷扰扰，那都是过去了。那未来台湾还要面对非常多的一些问题，关税到底最后会是怎么样？对台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中南部这几天所面临到的一些大水，所有这些事情，恐怕是我们所有台湾人要在眼下就要面对一些事。台湾还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要面对，很长的路要走。未来朝野之间到底经过这次大罢免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学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